大家好，这一集我们来学习这一款宝宝鞋的钩织方法。那这款宝宝鞋呢，它是适合0到12个月小宝宝来使用的。钩的单层鞋底，再往上钩织鞋身，然后再把珠子装饰给它缝上去。如果是钩给男宝宝的话，不缝珠子也可以，这个按照大家自己喜欢哈。像我们钩的婴儿鞋子一般是分成这4个部分来进行编织的。后面钩到鞋身的时候，也是跟着视频教程来学习。这里是为了给大家讲解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看这种平面图写，图上这种符号代表，你看黑色的椭圆形呢，指的是变的针。例如0到3个月起10针，你数一下，一共是有10个辫子的，这就是起针数。那我们把这边呢截图好之后，然后再看另外一侧。在每一个鞋底图上，我都是有用绿色线这样竖着划分开的。这个绿线左边偏大半圆这块是鞋头位置，这个位置呢是一样的，这是鞋头的地方。这个绿线的后边呢是鞋后跟，那这是后跟位置。你观察一下图上画的针法，鞋头画的针法一样，后跟的针法一样，也就是说你钩这个4个部分的时候，钩到鞋头、鞋后跟都是一样的钩法，区别就是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这个是中间的角弓区，针数多少的一个分配，我们就跟着视频的步骤学习方法，钩织自己需要钩的月份段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从起针开始，接下来我是以6到9个月月份段来给大家做演示讲解这个方法的。那6到9个月起14针，也就是接下来我要起14个变的针，你看你需要钩哪个月份段的？首先我们这样拿好线，右手拿着这个线头，将线在手上这样绕一个线圈，然后把这个圈呢给它拿下来，线头这一端从这个圆圈里拿出来，给它拉紧，就是扣了一个活结，钩针穿到圈里，拽底部的线头，把这个圈稍微调小一点。但是针上是有这个空隙的，钩针可以这样灵活活动，左手挂线，将线放到小拇指上，然后食指带线，拿着这个线底部打结地方，钩针这样绕线，从针上的线圈里把线勾出来。你看这里有空隙，用钩针头将线给它勾住，从这个圈里给它勾出来，这样一个辫子针就勾好了。那辫子针的形状呢，是像一个字母 V 的形状，小辫子样的。我们在第一个辫子这个 V 的中间给它扣上记号扣，标记这是第一个辫子针。好，钩针这样绕线，从针上线圈里勾过来。第2个辫子针，绕线勾出来第3针。那大家在钩的时候就看你自己需要钩哪一个月份段，然后你跟着起好这个需要的针数就可以了，按照你刚刚的截图。针上的线圈是一个挂线作用，1、2、3，然后我这里需要起14个，4、5、6、7、8、9、10、11、12。钩织的时候，这个带线呢要给它这样带直，不要这样松下来，不然你钩的过程中可能钩针会戳到这个线的之间了，把它戳分开了。带线的手法要多练习一下。好，继续起针，13、14，起好你需要的针数之后，我们在起针数最后的这个辫子中间也给它做上标记，这样我们这个起针数就勾好了，指的就是图上这里的椭圆形，我们把它对应的勾完。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鞋底的第一圈，第一圈用蓝色来区分。首先是起3个辫子，然后在你起针数，就是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呢，钩2个长针，T 上面带个点是长针的意思，就相当于在这里是钩长针加针的。好，我们来跟着步骤来钩。后跟你看画的这种针法，好，这里都一样，也就是说你不管钩哪个月份段哈，都是起3个辫子，在这个位置钩2个长针的。首先我们起3个辫子针，1、2、3。在钩鞋底的时候呢，起的3个辫子，我们要把它看作为一个长针，那你就在第3个辫子上给它 V 的中间给它扣上记号扣做标记。接着我们再起针数，也就是前面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在这里钩2个长针，就把前面这个记号扣给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然后在这个位置钩2个长针，钩针这样绕线，穿上刚刚记号扣这个辫子，就是这种 V 的形状，小辫子的中间穿针，挑至半边的这根线。然后钩针这样绕线，好，勾线出来，勾线出来之后，用钩针头这样给它均匀的往上带一下，可以这样捏着这个底部，钩针绕线，从前2个线圈里把线勾出来，这个线要这样撑着，不要这样松下来，这样不好勾。好，勾过前面2个线圈，接着钩针再绕线，勾过后面2个线圈，这个就是长针的钩法。同一针还是刚刚入针的位置再钩一个，钩针这样绕线，还是这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均匀的往上带一下，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这样这个后跟这一块位置，我们跟着步骤来了解一下这种平面图上针法的一个这个位置。3个辫子，2个长针，这里勾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勾到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也就是刚刚说的角弓区中间的这个针数。那以6到9个月起14针为例，去掉鞋头这一针，这个记号钩标记接下来是勾鞋头的，这样延伸给它这样勾大成半圆一个形状的。然后这个记号刚刚取下来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啊，这里是鞋后跟，绿线中间14减去2针，中间是有12针的，你这样去数，好，数你需要钩的月份段中间一共有多少针数，就对应的把中间这里勾完。好，其他月份段就按照你的起针数减2，就是中间的这个针数了。好，钩针这样绕线，也就是你中间看到没有，这里的辫子每个辫子都是从中间穿针勾长针，一直勾到记号扣前面这个位置。好，从下一个辫子中间穿针，挑至半边这根线，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你从这一针也可以去数一下，这就是角弓区中间的这个针数哈。钩针绕线，下一个辫子中间穿针，绕线勾出来，
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第2针绕线，每个辫子从中间穿针，一直勾到记号扣前面这一针。那大家在勾的时候就对应这个辫子来勾好，每个辫子都是从中间勾到这儿。接下来方法重复，我们就自行勾好。3。这样我们把中间这个辫子针对应给它勾完长针之后，如果这样卷，可以这样去理一下，也就是说对应这个图上，我们首先是起辫子针的，然后开头是勾了3个辫子，一个位置里勾2个长针。好，这里标记记号扣就是从这儿开始这样转圈来勾，绿线中间这里对应这个辫子1对1的来勾织，中间针数我们给它对应勾完了。那么现在我们勾到这个记号扣，也就是这个地方，在这里呢要勾7个长针。1、2、3、4、5、6、7，那不管勾哪一个月份段的，勾到鞋头都是一样的勾法。我们现在勾到鞋头地方，就把这个记号扣给它拿下来。你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呢，扣在你刚刚勾的这个长针通着的底下，有个小孔，扣在这个底下的位置哈，方便你勾到对面找这个位置的。然后钩针这样绕线穿到这个辫子中间，勾线出来，在这里我要勾7个长针的。好，先勾1个长针，你在这个长针上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侧边穿过来，内侧扣的辫子就是针目了，1个，然后绕线穿针勾线出来，第2个长针，第3个长针，第4个，第5个，第6个，第7个。好，勾完你自己可以再去检查一下，从这里刚刚标记的数这个辫子，1、2、3、4、5、6、7，一针里勾出来7个长针，也就是鞋头这个转圈这一块我们给它勾完了，然后拿出记号扣在第7针上扣上去，我们鞋头的这个地方两边给它这样标记一下。鞋头的这个地方两边给它这样标记一下，勾完之后，如果这里孔有点大，可以捏着这里拽一下线头，给它收紧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勾到对面了，我们拿在手里是钩针停在哪就从哪这样绕圈来钩织的。但是看这种平面图解上呢是这样来理解，是那织片就是这样去摆放的，也就是从这里这样绕圈。现在我们勾到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那它这个两边呢是对应的，你刚刚对面中间勾了多少个针数，到对面中间的针数是一样的啊。像这里14减鞋头鞋后跟一共减去2。中间是有12针，其他看你勾的哪一个月份段，起针数减2，就是你中间需要勾的这个针数。好，那我们现在勾到对面了。之前让大家标记的这个记号扣，就是方便你找到对面入针的这个位置的。取下这个记号扣，你这样拿下来，底下呢会有这个小孔啊，就穿这个位置，钩针这样绕线穿到刚刚记号扣底下，也就是这个记号扣左边的这个长针。这个长针线高度通着的这个底下，两面的长针它是对应起来的。然后这个线头要拿在钩针的上面，勾的时候给它边勾边藏线，绕线勾线出来。好，勾1个长针到对面中间，你也可以自己去数你中间的针数。好，1针。接下来钩针绕线，下一个长针入针位置呢，就看这半边协调纹。小辫子是这样 V 字形状，这边半边已经勾进去了，线已经勾到这边对面勾进去了，剩的这半边会有这样一条协调纹。刚刚这里勾完，前面看这条斜过来线的底下这个位置，也就是对面这个长针通着的这个底下了。线头要放在钩针上，好，勾长针，勾的时候自己仔细看一下，绕线，你看前面这条斜过来线的底部，它就是对面长针的底下，两面对应，线头放在钩针上，把你中间需要勾多少针数呢，给它对应的勾完。我这里是需要勾14针减2，也就是12针的。好，1、2、3、4，然后是5、6、7、8、9、10、11、12。好，对面的中间针数给它对应的勾完。接下来我们现在勾到后跟这一侧了，也就是到这个位置，就是绿线这半边了。这样去看，这里呢，在一个位置里勾出来3个长针，所指的方向，你看都指向这个底部一个位置，在这里勾3个的。后跟的地方勾法都是一样，绕线。好，也就是最开始3个辫子和2个长针底部都是同一个地方穿针进去，线头勾的时候一定要顺着给它去藏完。好，1个长针，同一个位置，
第2个长针，同一个位置钩第3个长针。那么这样鞋底的这个一圈我们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在结尾的这一针上扣上系腰扣。我们要把这个椭圆形的一圈给它连接起来，钩引拔针。这里系腰扣我不拿下来，方便视频大家在观看视频中的时候看这个位置哈，也就是起了第3个辫子中间给它穿过去的。好，穿过去之后钩引拔，钩针这样绕线，线头就不管它了。这个时候啊，钩针这样绕线，把线勾出来。引拔针的钩法，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这样直接勾线出来，这叫引拔针，也就是给它连接起来了。连接之后，你看在这个后边会形成一个小辫子形状，它和针目上的辫子形状是一样的。这是之前让大家标记的结尾的这一针。那么开头和结尾中间引拔之后多出来的这个辫子要给它收紧哈，不然再勾下一圈，可能有的朋友会把它误以为一针，那你就多勾了。拿着织片，中指按住上面的这个线，将线按住往上提。大家仔细看这里的变化。按住了往上提，你看线它就收紧在这个底下了。那有的朋友可能在学的时候说，我这个按这个方法没有收紧，可能你方法没有掌握好。那你这样把钩针上的这个线这样稍微带大一点，捏着这里往后拽，再看这里变化，往后拽，这样也可以收紧啊。2种方法都行，只要收紧就可以了。这是开头，这是结尾，中间这里给它收紧，然后线再拖回来。这样我们这个鞋底一圈已经完成了。完成之后，这个线头建议新手刚开始学的朋友可以剪掉，留那么一点，不要全剪，留一点。后面会给大家讲解区分鞋子的这个里面外面的。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鞋身的第2圈。每次连接之后，这个是后跟，这是鞋头，好，然后接下来第2圈是以红色线区分开的。首先起3个辫子，我们说鞋底的时候是算一个长针，同一个位置里再勾一个长针，这样为一个组合，相当于一组长针加针了。然后在下一针里再勾2个，这是第2组长针加针，第3组长针加针。那么后跟勾法都是一样的，不管哪一个月份段，好，后跟开头的时候都一样。跟着步骤来，首先我们起3个辫子针，1、2、3，第3个辫子上扣上系腰扣。然后呢，我们取下这个系腰扣，就是我们上一圈第1圈扣在第3个辫子的地方，这里拿下来会有个小孔啊，然后就在这个位置入针，钩针这样绕线穿到这个孔的地方啊，勾线出来，勾长针，这样3个辫子和刚勾的长针它拼到一起，组合为一起，就算一组长针加针了哈。接着钩针这样绕线到下一针，下一针你看这个长针线的高度，然后上面针目因为它相邻，它靠着引拔的关系，针目这种辫子有一点撑开哈，你钩针穿的时候你要这样从这边穿针，同时穿过辫子的这2根线啊，给它穿过去，勾线出来，先勾一个长针，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长针，好，绕线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长针，这就是第2组长针加针了。加针就是说一个位置你是勾2个的，然后接着绕线到下一针，针的上边是辫子，穿过是针目，好，勾出来。第3组长针加针，好，同一针再勾一个，也就是第2圈现在后跟开头的这个地方勾好。我们接下来又勾到2个绿，就是这两边的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从图上可以对应的看是一针对一针的1对1的来勾。那么你上一圈中间有多少针，到第2圈这里中间还是一样的针数。也就是接下来大家自己在勾的时候看针目，每个针目都是勾一个长针，一直勾到系腰扣前面这个位置，到这里把它勾完，钩针绕线，这样穿针，好，勾线出来，勾长针，一直勾到系腰扣前面这个位置，这一块大家就自行完成，因为是1对1的勾法会简单一点。好，鞋底的第2圈绿线中间这里针数呢和上一圈针数中间都是一样的，我们对应的给它勾完，勾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勾到这一块，也就是到鞋头的地方。那看这种符号的话，这是1组长针加针，第2组长针加针，第3组长针加针。这半边的3组长针加针勾完之后，在中间的时候呢，勾一个，你看这是单独的一个长针，再到这半边我们再勾3组长针加针，好，按这个顺序给它勾过来。那我们就取下这个系腰扣，好，钩针绕线穿到这一针，先勾一个长针，然后你把系腰扣扣在这个长针上，这里是区分一下鞋头的这个位置的，然后绕线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是1组长针加针了。绕线下一针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下一针。好，勾第3组长针加针，先勾一个，同一针呢再勾一个，这半边的3组长针加针我们给它勾完了，然后到中间是有一个单独的钩针绕线，穿针目，好，勾出来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再到这半边，你看再勾3组长针加针，下一针先勾一个，同一针呢再勾一个，下一针，好，先勾一个，同一针再勾一个，到这个系腰扣位置也是勾加针，给它拿下来，穿到这一针先勾一个。同一针再勾一个，这样这个鞋头这一块我们按照这种平面图上画的针法给它对应的这个半圆位置给它勾过来了，转过来，也就是这一块我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又勾到这个对面的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好，和你第1圈中间这块针数是一样的，我们对应的还是给它勾完。对面的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好，和你第1圈中间这块针数是一样的，我们对应的还是给它勾完。6到9个月14减去2，中间这块是有12针的。然后其他的看你勾的月份段，好，钩针这样绕线穿针勾出来，勾长针一针，自己也可以边勾边数，数你中间的这个针数哈。第2针3、4、
6、7、8、9、10、11、12。好，第二圈对面的中间这一块我们完成了。这样去看，我们是织片，你看和这个形状是类似的，也就是现在转圈勾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勾到这个后跟这块呢，是到这里结束这个位置，绿线这半边3组长针加针，这个第二圈就完成了。后跟都一样哈，不管勾哪一个月份段的。那我们把就是这一块给它完成。钩针绕线，穿到下一针，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是一组长针加针。下一针穿针，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是第二组。到最后结尾的系腰扣还是给它拿下来，好，勾最后的这个长针加针了，先勾一个，同一针呢再勾一个，这样这个第二圈我们就完成了。然后你在结尾这针上给它扣上系腰扣，和开头连接。连接的时候还是上一圈，你看这个第二圈也是开头起3个辫子，第3个辫子扣的这个系腰扣就穿这个位置。钩针这样绕线，勾线出来引拔，前面线的后面线圈里直接勾线过来，这叫引拔针，给它连接起来的。连接之后，你看这里，这是结尾这针，引拔之后这里就会形成这种小辫子形状了。然后取下这个系腰扣，穿到这个系腰扣穿的这个孔的位置，穿针勾短针。短针的勾法，绕线这样勾线出来，针上2个线圈，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一个短针，你在这个短针上扣上系腰扣，侧边穿过来，内侧扣的 V 的形状就是针目了。然后下一针勾短针加针。也就是刚刚入针位置左边的这个长针上面的针目哈，这样穿针相邻引拔，它针目会有点分开，你这样穿过针目上的2根线，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一个短针，同一个位置还是刚刚入针的地方，再勾一个短针，勾线出来，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短针短针加针，这是一组，一共要勾3组。接着勾第二组，下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一个短针，下一针勾短针加针，穿针先勾一个短针。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这样第二组勾好。接着勾第3组，下一针一个短针，下一针短针加针，先勾一个短针，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那这个第3圈后跟开始的这个位置我们就给它勾完了，也就是这一块。现在我们勾到绿色线划分的中间区域，到这里针法上会有一个变化，这样这边就是这边开始的时候是由低到高，你看短针乘号是短针的意思哈，1、2、3、4，那你就要看你勾的月份段。平面图上画的这种针法的一个分配，例如0到3个月，你这里数一下，一共是有3个的，那你就按顺序勾3个短针，再勾3个中长针 ，T 是中长针，然后接着再勾2个长针，这里按这个步骤来勾，其他月份段好跟着这个分配来勾。我这里就是以6到9个月的，这里是4个短针、4个中长针、4个长针的。穿针勾出来一个短针，第2针3、4，接着我们看一下中长针的勾法，钩针绕线，好，穿到下一针，绕线勾出来，针上3个线圈，绕线直接勾过针上3个线圈，一个中长针，绕线，下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针上3个线圈，第2个中长针。大家勾中间这块就要看你勾的是哪一个月份段的哈，按你这个之前截图的这个中间的针数分配来进行钩织。好，这里我是4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再勾长针。这样针数，这个针法是，短针、中长针、长针这种过渡一下呢，弧度会有一个形状，由低到高的这半边是这样的，看这样看，这样过渡过来。现在我们勾到这个鞋头位置了，鞋头的地方呢，还是有这个规律的，长针加针，长针这样是一组，一共勾了1组，第2组3、4、5、6组完成之后，到这边再勾一个长针加针就可以了。好，把这个绿线这边的半圆按针法的顺序勾过来，取下这个系腰扣，绕线穿到这一针，先勾一个长针，你在先勾的这一针上给它扣上系腰扣，区分鞋头位置，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样长针加针，然后下一针勾一个长针，这样一个组合就完成了。长针加针，长针一组，然后再勾第2组，长针加针，下一针一个长针，这是第2组。然后接着第3组，第4组，长针加针，下一针一个长针，接着第5组，长针加针，下一针一个长针，接着第6组，
长针加针，下一针一个长针，这样6组勾完之后呢，到这边的时候在记号扣的地方勾长针加针，好，这边的半圆也就勾完了，这是鞋头这一块的位置。好，不管勾哪个月份段的都是一样的。这样鞋头勾完之后呢，你在这个位置给它扣上记号扣。好，现在我们勾到对面的中间这一块了。对面中间这一块呢，这个鞋底它这个弧度的形状是对应的。你刚刚这一侧是由低到高，到这边呢就要由高到低，形状才会对应起来。好，那还是看你中间这个针数多少的一个分配，针法的一个分配。我还是以这个0到3个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接下来呢就是勾2个长针。3个中长针，3个短针。如果勾这个月份段呢，就按这个针法的一个顺序，要学会看一下，这是4个长针，3个中长针，3个短针。好，我是以这里为例。好，接着勾对面中间部分，勾长针，1、2、3、4。好，接着勾中长针，1针、2、3、4，接着勾短针，1、2、3、4。好，那中间这一块勾完之后，现在我们都要勾到后跟这一块，就是这个绿线这一块位置。好，短针加针，短针这样是1组，一共勾了1组、第2组、第3组。后跟的位置，不管哪一个月份段啊，都是一样的。然后先勾短针加针，下一针先勾一个短针，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这是短针加针。到下一针呢，勾一个短针，这样为一个组合。然后勾第2组，下一针先勾一个短针，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下一针勾一个短针，这是第2组。然后勾第3组，下一针先勾一个短针，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到最后结尾的这个记号扣拿下来，勾一个短针，然后我们在结尾的这针上扣上的这个记号扣拿下来，勾一个短针，然后我们在结尾的这针上扣上记号扣，和开头连接，这里连接，你看我们就是穿过针目了。刚刚最开始勾短针，针的上边是这种辫子形状，就是穿过针目，绕线勾出，勾引拔，前面线头后面线圈里带线出来，引拔之后要这样去收紧。好。这样我们来看一下鞋底的3圈也就完成了。完成之后，有的朋友会说这个鞋底会这样卷起来，这个是正常的哈。我们可以稍稍的去整理一下。好，大家看一下钩针的时候，前面让刚开始学习的朋友呢，这个线头不要全部剪掉，线头这一面呢，它是在对面的。我们是和视频中一样，是这样拿着织片。好，这是鞋头，这是鞋后跟，鞋后跟这样在上面哈。接下来我们勾鞋身部分，鞋身的第1圈是勾1圈长针，首先起3个辫子针，1、2、3，勾到鞋身的时候起的3个辫子只是作为长针的起笔针，不用扣记号扣。你勾鞋底的时候跟着步骤标记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取一下开头的这个记号扣。这个鞋身第1圈钩针入针的方法，大家先看一下，这种是针目的一个形状。针目呢，它是像一个字母 V 的形状，小辫子一样的这样一个小麦穗，一个接一个的。然后我们钩针呢是从针目的中间穿针，挑上边的这根线来勾长针，底下的这根就不管它了。好，是这样的入针的，然后我们就取下开头的这个记号扣，钩针这样绕线，在刚刚记号扣这一针，看这种针目的辫子 V 的形状，中间穿针，挑上边的这根线，好，对应的去勾长针。勾完长针之后，你在这个长针上，看侧边穿过来，内侧扣的就是长针的针目，给它扣上去。好，接着钩针绕线，下一针穿针，勾线出来，勾长针。这个鞋身第1圈呢，就是在你按你勾完的这个鞋底，它这个边上会有针目的，形成这种针目的形状。每针里勾一个长针，按这个方法来1对1的来勾，穿针勾出来，勾长针，也可以这样去拿着。从针目中间穿针，对应的去勾长针。1圈呢，你勾到这个结尾，这个第1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的。不管哪一个月份段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勾鞋底的时候标记这个记号扣区分鞋头位置的。你勾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的时候呢，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还是对应的每针里呢去勾一个长针的。
你钩完刚刚取下系腰扣的这一针长针之后，然后再把系腰扣挂在这个长针上面，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从底下给它挪上来了，系腰扣挪一下，然后方法还是这样的，每针里钩一个。那么到这半边呢，这一块我就不演示了哈，因为方法都是每一针里钩一个，你这样取下系腰扣，在这里钩完长针，再给它扣上去，然后这样一圈钩到结尾处，再看后面的讲解。好，这个步骤这一块我们自行完成。现在斜身第一圈的长针从这边开始，这样绕圈已经钩到结尾处了。到结尾的这一块呢，把这个剩下的系腰扣拿下来，还是对应的每一针里去钩一个长针。把结尾处钩完之后，在结尾的这针上扣上系腰扣，和开头连接穿过最开始标记的长针上面的针目，绕线勾出引拔连接。钩后跟的时候，这个引拔之后的辫子呢，一定也要给它去收紧啊，这样你钩的后跟也会往里收的。从侧边看，它是这样往里面去一点，好，要给它收紧。这样这个斜身的第一圈完成，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要和视频中拿的织片是一样的。我们之前是穿针目中间来钩斜身一圈长针，上的底下这个线是没有管它的，它这样会形成一条纹路，会有这样一条分界线，底和斜身有一条分界线的。之前剪的线头它是在这个里面，新手朋友有的朋友可能会出错是怎么样呢？是这样去拿。会觉得我跟着视频一样钩的，怎么和视频拿的不一样呢？可能是你这样拿去拿反了，那要给它这样翻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斜身的第二圈，第二圈后跟两侧是有减针的，到鞋头这一块我们要钩这种花纹了。首先呢，我们起立一个辫子针，绕线钩一个辫子作为短针起立针，取下这个系腰扣，穿到这个短针的位置，这个时候是穿针目了，整个就是针的上边是辫子就穿过针目，好，钩线出来，钩一个短针，你在这个短针上扣上系腰扣，接着钩短针减针，短针减针的钩法，钩针穿到下一针，然后这样绕线，好，钩线出来，接着钩针再穿到下一针，好，穿到下一针，绕线钩出来，针上有3个线圈，钩针绕线直接钩过针上的3个线圈，这样短针减针这一块我们就完成了。这里给它减针的，就是后跟会往里收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就看针目，好，穿针，每针里钩一个短针，下一针穿针，钩短针，就是这一块这一边上，你看针目的形状，这种小辫子很清楚，钩的时候自己不要出错了，不要跳针。跳针指的是你这针没有钩，直接到下一针，那你这块中间明显会缺一块，也不要在一针的位置里多钩，好，就是1对1的钩。然后呢，我们钩到系腰扣前面剩2针的时候停下来，就是剩2针不钩哈，这一块你这边按你钩的月份段啊，有多少针你就钩多少个短针，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所以大家在钩的时候呢，就是像宝宝鞋子分4个月份段的4个部分的，你不管钩哪一个部分，你就跟着这个方法，然后就可以对应的给它完成。学习方法来钩织。好，这一块我们短针给它钩完，到系腰扣前面还剩2针的时候，这一块我们要钩2个中长针，钩针绕线，下一针穿针，绕线钩出来，绕线钩过针上3个线圈，一个中长针，绕线下一针穿针，钩第2个中长针。接下来钩鞋头的花纹呢，花纹这一块我们首先钩一个内钩长针。我们这个系腰扣我先放在这儿哈，我们来看一下内钩长针的钩法，钩针这样绕线，你看接下来是这一针对吧？但是我们不是穿针目了，这个是长针扣的这个针目。长针线的这个高度叫立柱，我们接下来挑立柱来钩，钩针这样绕好线之后，钩针手指按在上面，钩针是可以活动的。好，在这一针看一下，钩针从这个立柱的右边缝隙穿出来，再从这个立柱左边的缝隙给它穿到后面去。这个立柱它被挑在钩针的里面了，然后呢，钩针再这样绕线。好，你看钩针头从这个缝隙里钩出来，这一步钩的时候要慢一点，避免刮到其他位置的线了。钩出来之后，用钩针头这样给它均匀的往上带一下。不要猛的一拽，避免把底下拽大了，或者你可以捏着这个底下，然后再这样稍微往上去拉一下线，钩针绕线钩过前面2个线圈，然后钩针再绕线钩过后2个线圈，这样一个内钩长针我们就钩好了。你把这个系腰扣拿下来，扣在你刚刚钩完的这个内钩长针上面的这个针目上，好，扣在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钩外钩长针，钩针这样绕线，我们接下来只是看立柱了，不看上面针目，看这种，你看立柱一个接一个的。好，稍微这样往里偏一点，那这个立柱的右边缝隙穿进去，再从另外这一侧的缝隙穿出来。你看立柱外钩，它就挑在这个外面，我们能看到的这一面。钩针这样绕线，好，给它钩线出来，用钩针头这样给它这样均匀往上带，不用猛力拽哈，这样均匀往上带一下，绕线钩过前2个，再绕线钩过后2个。好，这样来看，一个内钩长针，一个外钩长针，我们就钩好了。按照这个方法重复的把这个花纹钩到这一侧。
再来看一遍。接下来钩内钩长针，钩针绕线，下一个立柱，好，这样给它穿出来，再往后穿过去，它是抵到后面去了，绕线，钩针头从这个底下的缝隙给它带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然后一个内钩长针勾完，接着钩外钩长针绕线，下一个立柱，你看这样穿，它是挑在钩针的上面外面的这一块，好，钩线出来，这样均匀往上带一下。这里的花纹，你如果勾出来这样会有点低，为什么让大家往上带呢？这样你勾出的花纹的它会均匀一点斜头。如果你带的低的话，那可能这斜口会这样，会很浅；如果带太高也会挺深的，但是勾的时候就均匀就可以了。如果像带这样，那就有点高了，对吧？这样均匀带过来就可以。好，钩外钩长针。好，接下来就重复这个方法来钩织。一个内钩长针，一个外钩长针，内钩长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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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钩长针，内钩长针。那我们现在钩到这一侧的系腰扣地方，到这里呢是一个外钩长针。如果你跟着我这个步骤，内钩长针、外钩长针这样重复的钩过来，到这里针法一样，说明你就是钩的对的。如果不一样，就是你钩的过程中出错了，自己要拆回来去检查一下。那这个系腰扣就可以拿下来了。到这里看这个立柱哈，钩一个外钩长针。那么钩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我们再钩一组。好，下一针钩一个内钩长针。下一针钩一个外钩长针，这样斜头的花纹我们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到这边再钩2个中长针绕线，穿到下一针。这个时候钩中长针是穿过针目，好，要看一下，钩一个中长针绕线，下一针钩第2个中长针，然后剩下这一块呢，我们就看针目，每针里对应的钩一个短针，下一针，那就看你钩的月份段。到这边结尾这一块有多少针目呢？你就对应的来钩短针就可以了。记住，钩到结尾还剩下3针的时候停下来，因为你刚刚这一侧减针，两边要对应，到这边也要钩减针的。好，最后剩3针的时候去停下来。这里钩多了，我们如果钩多，像这样给它这个线拆回来，你再穿到钩身上的这个圈，好，这样就可以。最后要剩下3针，系腰扣1、2、3，到这里我们要钩短针减针，穿到下一针绕线钩出来，钩针再穿到下一针绕线钩出来，绕线钩过针上3个线圈，这是短针减针了。结尾这一针取下系腰扣，钩一个短针，这样这个斜身的第2圈我们就完成。然后结尾这针上扣上系腰扣，把这个圈连起来，穿到开头这一针，绕线钩出，引拔连接。后跟的引拔连接处一定要去给它收紧，不要忘记了，线再拖回来。首先呢，我们还是立一个辫子作为短针起立针，取下系腰扣，好，穿到开头这一针，钩短针，扣上系腰扣。接下来的这一块呢，就看针目，每针里钩一个短针，这里就没有减针了哈，每针里钩一个短针，然后一直钩到这个系腰扣前面还剩下2针的时候停下来。那大家就看你手里拿的织片，你看这个上面它都是有针目的，对应你钩的月份段，这边有多少针，你就对应针目来钩，每针里钩一个短针，到系腰扣前面剩2针的时候停下来。这一块呢，1对1的钩法我们可以自行完成，钩到位置的时候再看一下讲解。好，大家钩到系腰扣前面剩2针的时候再看一下。好，斜身第3圈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对应针目钩短针呢，钩到这一侧系腰扣前面剩2针。好，我这边之前是系腰扣给它拿下来了，到这边就不用扣了哈，我们只需要在这里标记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系腰扣前面剩2针的时候，我们钩2个中长针，钩针绕线，
穿针勾出来，勾一个中长针，绕线下一针。好，第二个中长针。然后到鞋头看这个花纹的时候呢，这里花纹已经形成了，那你在勾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花纹来勾。内勾长针的地方呢，勾内勾长针；到外勾长针的这种花纹的时候，就勾外勾长针就可以。好，取下这个记号扣，钩针绕线。那刚刚记号扣的这里是一个内勾长针的，你钩针头呢就在这个后面，给它从这个立柱的右边缝隙里穿出来，再从另外一侧给它往后穿过去。这个立柱你看挑在这个里面的，好，绕线给它勾出来。勾一个内勾长针，你在这个内勾长针上扣上记号扣。接下来就看花纹绕线，你看这是外勾长针的，它是凸起来的这种纹路，这样穿过去，看从这里钩针这样绕好线，从这边这个缝隙里直接这样给它穿过来，勾外勾长针，绕线内勾长针，你要记住这个规律，一个内勾长针，然后接下来就勾一个外勾长针了。规律记好，然后接下来再一个内勾长针，一个外勾长针，一个内勾长针，外勾长针，内勾长针，外勾长针，内勾长针，外勾长针。顺着花纹来勾，内勾长针的地方对应勾这个立柱的时候，就是勾一个内勾长针；外勾长针它这种纹路是凸出来的，在外面就是勾外勾长针、内勾长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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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勾长针。好，这样顺着花纹勾完之后，到这边你看，我们上一圈这里有2个中长针，对应的好也是勾2个中长针，中长针就穿针目了，勾出来一个中长针，下一针勾第2个中长针，然后后边呢就看针目了，每针里勾一个短针，一直到结尾全部是短针的一个针法。那么大家勾完之后，自己也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一下不要出错了。从这边记号扣前面是2个中长针的，然后顺着花纹。内勾长针、外勾长针、内勾长针、外勾长针，按这个规律来勾。然后，如果我们直接去数这种外勾长针的条纹，它是凸出来的，看到没有？它是往外凸出来的。这样去数，1、2、3、4、5、6、7、8、9、10、11，能数出来11条凸起来的外勾的这种条纹，这样你的鞋头勾出来就是对的哈。那自己去检查。然后剩下部分全部都是短针了。这个就是鞋身的第3圈这个编织的方法。那么第4圈的方法也是一样的，然后第4圈大家就自行完成，如果没有掌握好，你就再返回来看第3圈这里的讲解就可以了。最后到结尾都是短针了，结尾这针取下记号扣，勾短针，再扣上记号扣和开头连接。勾线出来，勾引拔。好，那接着第4圈就是首先呢，你要记得开头立一个辫子作为短针的起立针，在开始这一圈的勾法穿到开始这针，勾短针，和第3圈方法一样，这半边对应针目勾短针，一对一的勾到记号扣前面剩2针呢，这里是2个中长针的，鞋头顺着花纹来勾，好，顺着花纹来勾，到这边再勾2个中长针，然后到结尾处全部是短针的针法，大家把这个鞋身的第4圈我们自行完成。好，现在鞋身部分已经完成了1、2、3、4圈了。接下来我们勾鞋身的第5圈。首先呢，还是立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取下记号扣，勾短针，然后扣上去。这边的方法还是一样，对应的这个针目看针目，一对一的勾短针，到记号扣前面剩2针的时候是勾2个中长针，过渡鞋口的一个弧度的，还是和之前的方法是差不多的。然后大家勾的时候就看你手里勾的织片。按你勾的月份段，这边有多少针就对应的来勾。好，记号扣前面上2针的时候勾2个中长针，
后到这个鞋头部分呢，我们要钩减针了。这里第5圈鞋头的减针，我们先把这个记号扣给它拿下来。我们之前是有数过，这个鞋头的花纹是有11条凸起来的这个外钩的一个纹路。钩针这样绕线，我们直接看外钩长针的这种花纹，那么这个内钩长针就不勾它了，直接略过，也就相当于是给它勾了减针，好，给它减过去了，绕线给它勾出来，勾一个外钩长针，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外钩长针上扣上记号扣，然后钩针绕线，直接看外钩长针凸起来的这种花纹，勾外钩长针，第2个外钩长针，下一个，好，你看中间这个内钩长针就不管它，也就相当于给它减掉了，第3个外钩长针。也就是鞋头这一圈，你钩的时候是有11条外钩长针凸起来的纹路的，1、2、3、4、5、6、7、8、9、10、11，你也可以像这样边钩边数，或者钩完自己再去数一下核对，然后钩针绕线到这边呢，我们再钩2个中长针就可以了。好，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对应看针目，1对1的来钩，在每针里钩一个短针，这个就是鞋身部分的第5圈的这个钩法。那么这一块接下来因为是对应针目1对1钩短针，这一块我们自行完成，完成之后呢，和开头这一针引拔连接起来，大家把这一部分钩好，再看后面的讲解。现在鞋身部分已经完成5圈了，那我们钩的这个款式的宝宝鞋子呢，从鞋底到鞋身部分的5圈，那大家按照你需要钩的月份段，按照之前的方法呢，把这一部分给它钩完之后，到鞋身的第6圈，我们也就是钩鞋带这一圈的时候，来区分鞋子的一个左右脚，就是钩到鞋带这一块了。接下来我们先来学习。这个右脚鞋子第6圈的这个钩法，那么这个鞋带大家看，这个鞋子像一个小船一样的，这个鞋带呢大概在这个鞋口一个椭圆形，大概中间位置，这一块就是宝宝穿的脚脖子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在钩的时候，如果宝宝在身边，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自行的去调整。这个，在视频中给大家讲解，只是做一个参考，不是固定的哦。那大家可以自己灵活的看这个位置，觉得钩到哪里合适，你再钩鞋带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针数，大家可以自己去截图一下哈。这是钩右脚这一块，我们这边先预留的这个针数啊，0到3个月呢就是10针，你就从这个位置去数到第10针上，扣上记号扣。我视频中是以6到9个月为例啊，给大家讲解方法的，那就是12针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数针数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位置。从这个记号扣来数，这是1、2、3、4、5、6、7、8、9、10、11、12，我在第12针上扣上记号扣，其他的大家就按照这个推荐哈，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给它扣好。然后我们接下来钩织右脚鞋子这个第6圈，首先立一个辫子，写下记号扣。这一块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钩到鞋带最后这一圈了，然后你可以看你钩的鞋子的一个形状，大家看我这个从侧边看，这个后跟有一点这个斜的一个角度，这样往这边来，这样它后跟往里收，穿的时候也会好穿一点。如果你钩的时候后跟这样往这个角度往外仰，那可能是你钩的时候呢，这个引拔针没有去收紧，也有可能是你钩的时候钩松了。好，如果相差太多，松太多，建议你可以拆回个2、3圈，重新钩一下。不太多的话，你这里呢，就是这块你结尾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给它钩上一个短针减针，看到没有？这样钩减针呢，它后跟这块等于你又给它往里收那么一点。然后我手劲钩出来，我就不减针了哈，这个你就看大家自己看效果了。好，扣上去。然后大家就按照给推荐的这个针数钩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就钩鞋带。这是右脚第6圈的这个钩法。写下这个记号扣。好，从这里看一下，我是6到9个月，1、2、3、4、5、6、7、8、9、10、11、12，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来钩鞋带，鞋带这样往这边扣的。因为前面还要钩哈，所以你现在看大概这个椭圆形还不是太居中。像我钩的这个是，这个是3到6个月的。从这边数的话，我是这里是钩了11针，然后这个位置是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来钩这个鞋带，鞋带也就是这里给大家推荐的6到9个月起14个辫子针，加上5个辫子，加的5个辫子就是留这个纽扣的一个扣眼，其他的按照推荐的来。这个只是鞋带的一个长度，
也是灵活的哈，你觉得长了或者短了，针数多起少起都行，只要你两只起的都是一样的。1、2、3、4、5、6、7、8、9、10、11、12、13、14。你扣完这个针数之后，你这样往这边看一下，哎，大概可以扣到这边就可以了。然后接着留这个纽扣，宝宝在身边，然后穿上去试一下，看这个长度是否合适。摁住你起的这个辫子，然后再勾5个，1、2、3、4、5，钩针绕线，回到你摁住的这个辫子小辫子的中间穿针，好，绕线勾出来，勾长针，可以这样拿着这个底部勾过前2个，勾过后2个，这样就形成一个纽扣的一个位置。你可以拿出材料包里面配的纽扣扣一下，稍微紧一点没关系哈，只要可以扣上去，但是不要太松就行了。后面呢，我们就是对应看这个辫子针，每一个辫子都是对应的钩长针。看这个小辫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是从辫子的中间穿针，然后对应的钩长针，这就是鞋带的这个宽度。然后大家按这个方法勾到这个底部，再看讲解。起的辫子针这样往回勾这个长针已经完成了，完成这个鞋带之后会这样往这边卷，那我们可以去用手去整理一下就可以了，让它整理的平整一点。好，然后到这个底部的时候，你看我们这边从这里开始一直都是钩短针的哈，在这个底下的时候钩针这样绕线，就在这个短针你看到的这一面这样穿针，穿过一根线，然后在后面往后看一下，再给它穿过一根侧边像一个小辫子，就是穿过2根线，然后给它对应的在底下呢勾上一个长针。接着到底部我们要空掉一针，看针目空一针，下一针里穿针，然后勾短针，这样你这个鞋带这一块呢底下加了一针，它会连起来，不然这块会缺的，这样就行了。好，剩下这一块我们就对应针目的勾短针，和之前的方法一样，到系好扣前面剩2针，我们还是对应的勾2个中长针，绕线穿针勾出来1个中长针，下一个第2个中长针，然后最后这一圈鞋头也是要勾紧针的。我们取下这个系好扣，钩针这样绕线，看这种外勾长针凸起来的这种纹路。好，这个时候我们是直接穿过2条，1、2，2条外勾凸起的花纹，好，给它勾线过来，这样往这边带一下，这样勾了一个外勾长针，好，绕线，再这样直接穿过2条勾外勾长针，接着我们是勾3条，好，1对1的勾，绕线，看针上就1条的这种，一个外勾长针，第2个外勾长针，第3个外勾长针，到这边绕线，再直接穿过2条，一个外勾长针，下一个直接穿过2条，这个就是鞋头减针的这个方法。然后接下来再勾2个中长针到这边。好，最后剩下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就全部都是勾短针了。就这边剩下有多少针，你就对应的勾多少个短针。和开头这一针呢，给它引拔连接收紧。好，这样这个鞋身部分一共6圈，我们就全部完成了。完成之后，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右脚鞋子的这个部分。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我是在后跟的位置勾了一个小的线圈，就是小宝宝穿的话，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就是也可以在脚脖子这块扣一个绑绳。这个你可以这样勾完就结束了就可以。如果想勾这个小线圈的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取下这个系扣，刚刚这系扣这针在这儿，我们在下一针哈，到下一针给它勾线出来，勾引拔，给它这样稍微收紧一下。然后线圈的话，我们起5个辫子针，1、2、3、4、5，回到还是底下同一个位置，勾线出来，勾引拔，捏着这边再这样去勾引拔会好勾一点。将线这样拉大，然后剪掉。注意这里线呢留长一点，用于缝合这个纽扣还有鞋头的这个小珠子。好，把这个线这样去理出来。好，这就是一个小线圈，然后我们再穿上缝针。接下来，那右脚的这个纽扣，它是扣到这边的，在这儿鞋头再缝珠子就可以了。这是右脚部分的这个第6圈勾法。我到这儿呢，先停下来，就是我再把这个线给它拆回来，再给大家继续讲解
左脚鞋子第6圈的钩法。好，讲完左脚第6圈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纽扣还有珠子的缝合方法了。好，然后我这一块呢就先给拆回来了，就是用这个主体来给大家一次去讲解。这就是右脚鞋子我们完成了。好，我们接着来学习这个左脚鞋子第6圈的这个钩法。那么左脚鞋子鞋带是往这边扣的，这一块呢，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一个左脚鞋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接下来我们从后跟位置开始钩短针，这里是直接钩短针，到这里钩了2个中长针，鞋头还是减针的，然后到这边再钩这个鞋带，这一块先留这个位置。这里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但是呢，只是做一个推荐，不是绝对的。你钩的时候可以宝宝在身边实际的去量一下，如果送人的话，那你就按照推荐来，因为没办法去量。好，我视频中是6到9个月的，我就数出来11针，其他的你看这个去推荐。好，也就是从钩针右边的这针数1、2、3、4、5、6、7、8、9、10、11。好，那我在这一针上扣上记号扣。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钩左脚鞋子的第6圈，首先立一个辫子，穿针钩短针，然后这一块就看针目，在每一针里呢对应的去钩短针就可以了。然后一直钩到这个记号扣前面上2针，你看这个中长针的位置它都是对应的，然后到这里钩2个中长针，这一块我们就自行完成，钩到这个地方。好，现在左脚鞋子的第6圈，这边都是短针，钩到记号扣前面上2针，还是对应的钩这个中长针的。好，一个中长针，下一个第2个中长针，然后接着到鞋头位置还是钩减针的，取下这个记号扣。之前讲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钩针这样绕线，同时穿过2条这个外钩凸起来的纹路，这样直接呢钩一个外钩长针，下一个直接穿过2条钩线出来钩外钩长针，然后中间钩3个单独的啊，就是绕线，直接挑一个1对1钩。一个外钩长针，第2个，第3个，到这边呢还是直接穿过2条钩外钩长针，下一个直接穿过2条钩外钩长针，到这边再钩2个中长针，一个，第2个，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到你标记的记号扣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就钩到鞋带。鞋带的话，你2只呢钩的时候起的这个辫子针要一样，因为2只要钩的时候留一样长。那我刚刚钩的是14个辫子加上5个辫子，哈，1、2、3、4、5、6、7、8、9、10、11、12、13、14。你可以这样看一下，然后再这样按住这个辫子，再起5个辫子，1、2、3、4、5，钩针绕线，在你按住的这个辫子穿针，从辫子的中间。穿针给它钩长针，这样就形成这个扣眼了。然后接着就对应这个辫子哈，往回1对1的钩长针，每个辫子从中间穿针，钩长针。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自行的钩到这个底部，再看后面的讲解。好，鞋带这一块这样往回钩这个长针，给它对应的钩完了，也可以这样去理一下，钩到底部和之前方法一样，在这个底下呢这样穿针，后面呢也这样挑着带一根线，好，在底部再钩上一个长针。然后你扣的这个记号扣位置就不用钩，它是你空的这一针，那你就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就是记号扣这针是空掉的，直接到下一针位置穿针，然后钩短针。好，这样你看我们钩的鞋带呢，它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鞋口椭圆形中间这一块哈，留的这个地方，钩完再看。然后剩下部分我们就一直钩到结尾处，全部是一个短针的这个针法。那我们跟着这个视频教程呢，这个款式的宝宝鞋子左右2只也就跟着教程给它全部钩好了，这双鞋子也就完成了。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后纽扣啊，还有珠子这块的缝合的方法。如果就是不缝珠子也行，小宝宝的话，我觉得你其实都可以，这个要看你自己喜欢，取下记号扣，穿针钩线出来，钩引拔收紧，然后你就可以断线了。如果想要钩这个后面的这个小线圈，然后就这样往左边再到下一针穿针，钩线出来，钩引拔，给它这样收紧一下，起5个辫子，3、4、5，还是回到底部同一个地方，钩线出来引拔，这边这样捏一下，再钩引拔呢会好带线过来，将线拉大，然后剪掉。好，这个线刚已经剪过了，这样理出来，这样就形成一个小的线圈。如果你想给宝宝加上一个小绑绳的话，绑带的话，就可以穿这个线圈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穿上缝针。
穿上缝针之后，顺着这个刚刚入针的这个底部的孔的地方给它穿到里面去。然后这是左脚，你看你钩的左右脚哪只哈？它这个纽扣在哪边？这个线你就给它过渡到哪边的这个位置，那就过渡到这一侧。好，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才穿到这个里面，挑这种纹理上的线给它移过去，就是过渡过去了。顺着这个里面线的地方。这里呢，你可以推回来，这样隔着这一根线，然后再继续的往前穿那么一点距离。这样这里你隔的这个线圈，看它在这个之间，这样摁住后面往前一拉一下，相当于扭了一个结，也会固定这个线的，给它收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位置，大概这个把鞋子给理正，看这个位置，大概在这边就可以了。我们就把这个线呢，给它从这边穿出来，穿出来之后，这个位置有点偏前了，我们自己可以多看一下哈。视频中我就是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然后你在钩的缝的时候就慢一点，然后把这个线给它拆开，给它拆开之后，这个是多股，然后我这边是留了2根，其余的这一侧我是给它剪掉的。然后用留的这2根的这个线来缝合这个纽扣。那么我们穿上这个家用的细缝针，好，这样穿上缝针之后，我们拿出这个材料包里面配的这个纽扣，这个里面是有这个孔的，穿过去，大概缝3次也就固定了。好，大家在缝的时候缝3次，我这里就简单缝2次了，就是缝3次会更固定，那你就缝3次。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然后我们缝完之后呢，再把这个线给它移到鞋口的这个地方，往前顺着这个纹理给它穿过去，或者你可以在哪一个位置给它穿一下这个缝一点线，从这个圈里再穿过去，给它等于这个位置又扣了一个结，然后再往前移。鞋口我是缝了6个珠子这样的。好，然后缝到这个位置。这边是有2个中长针，我是缝在这个中长针的前面这个中长针的这个线的上面，大概6个珠子就差不多就平均的分配在这个鞋头。当然了，这个也要看你自己钩的松紧了，如果钩的松，可能会比我的这个位置要，但是只要你6个缝在鞋头居中就行了。好，这边穿上去，这一侧你看你这样理过来，顺着这个弧度自己可以去理，多看一下哈。这个我就按照我钩的这个缝在1、2、2个中长针，在前面的这个中长针的这个线的位置。这样缝到这一侧呢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但是我们待会儿再理，先把这个位置给它捏一下，就避免这个线松掉了。这样捏一下，然后附带着挑一点线，挑一点线，这里有个线圈，从这个圈里给它在针内缝过去，捏着这个底部，这样摁住，划过来，给它扣住，扣住就可以了。好，扣住之后，我们再看这个鞋口的珠子，就这样，你这样用手去理，让它看形状是在鞋口居中就可以了。然后就顺着这个线，这种花纹它有点孔，但是你缝的时候要附带稍微带一点线哈，这样才会固定住。这样穿过来，顺着这个孔，顺着这个珠子。这个珠子，给它扣在这个珠子之间，这样你看就固定这一边了，然后就顺过来。好，这样这个珠子就固定好了。缝的时候自己最好多缝多看。好，然后我们到这边把线头给它藏一下线，挑一点线，从这个圈里穿过去，扣一个结。你也可以在手上这样直接绕一下，这个打结都很简单。这样穿过去，摁住划过来，就扣好结了。然后线呢穿一点位置，然后把线剪掉。然后我们这个纽扣给它扣上去，这个款式的宝宝鞋呢也就做好了。好，那这就是我们完成之后的这个效果了。
这是鞋底鞋身啊，这样的一个花纹。这里留的这个小的线圈呢，就是小宝宝穿的话，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勾这个绑带，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绑绳部分的这个勾法，就是像线头这样在手上绕一个圈，扣一个活结，穿过去，挑一下线圈，然后这个就是起变的针了。这个你勾这个绳子呢，你要是两只都勾的话，你就给它你自己数一下，数到一样的针数，也就是留一样长啊，留这个绑绳。这个针数没有推荐哈，这个只是就你看这个长度，你觉得合适就行了啊。两只你勾的时候给它勾一样，然后勾到合适长度之后，最后结束呢就是将线拉大，然后再剪掉，把这个线这样直接理出来。理出来之后呢，你就是穿上缝针，顺着这个孔把这个绑绳给它穿过去。我们看一下，顺着这个孔把这个绑绳这样穿到里面去。啊，这个我只是勾的就是短一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然后长度合适，你这个两边剪的时候不要剪到最底下，稍微留那么一点，剪掉。然后另外一头也是一样的。这样这个绳子的话，你可以扣在这个脚脖子的前面。如果说想要留长一点，扣在脚腕的后面也可以哈。这就是加绑绳的一个方法，不加的话也行，不加就这样也可以。好，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款宝宝鞋的教程也就结束啦。好，这个教程是以6到9个月给大家演示这个方法的。完整的视频教程是以3到6个月的，不管以哪一个部分来演示去讲解，大家跟着方法来勾出你自己需要勾的月份段就可以了。好，到这里我们这款宝宝鞋的教程就结束啦。